好，现在大家在讲说，是不是有可能下一个开战的地方会是在南海这边吗？因为感觉上面现在目前中国大陆跟这个菲律宾好像开战在即不断的擦枪走火。那我们看看这个菲国驻美大使讲说，下一个战争的热点是在南海，而非台湾那看起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也是火力加码，这首艘的海警版的054A 将要交付这是中国大陆的军事网站近日流传的照片显示说，被称为海警版的054A 大吨位的海警船首舰已经接近完工了，即将交付给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那这个船上面已经刷上了舷号是3306，也意味着是海警3306船也算是说用这种军舰来担任这个海岸巡防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另外看一下这个海警3306作为这个中国大陆国产新一代的大型海警船，那外观的高度近似这个人民海军现役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排水量高达了4000吨，两者在结构上有极大的通用性代表中国大陆大量利用已经有的这个成熟技术跟经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打造很多的海警船。武器方面的话，这个海警版的054A 基本上延续了一般海警船的配置比如说这个76mm 的这个主炮，还有1130速的这样的一个射炮、水炮，还有这个雷射装置这些非致命性的一些装置。但是也有人猜测说，这个海警版的054A 极有可能保留了搭载导弹的能力，预留了安置垂直发射单元的一个空间，所以火力加码让这个海警船直奔南海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面来这个制衡这个菲律宾跟这个中越现在目前已经有联合的发表声明，越南重申奉行一中，然后呼吁呢能够尽早达成南海的行为准则。但是对于菲律宾的话，却是给他们就是好像这关系上面越拉越远因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公告，从18号开始会取消赴华签证的线上预约也就是说以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啦，不能够在线上直接来预约。那另外还有加拿大现在也说是不是也这个等于说美国带队来集结挺菲加拿大当然也是跑在前头他们说现在在关注中菲南海的冲突，还讲说这个现在目前加拿大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中方对于菲律宾这个船只做出了一些危险的动作，但是中方也是批评就说这是妄加指责所以跟这个加拿大也没有好脸色那另外印度的军舰好像也感觉起来也要站队在菲律宾这边吗？印度的军舰这个卡德马特号护卫舰在12月12号的时候抵达马尼拉港进行访问。那印度驻菲的大使馆隔日宣布，印度跟菲律宾将在西菲律宾海来举行海上的伙伴关系的演习。彭博也报道就说菲律宾跟美国也开始进行这种南海的联合巡逻。小马可是说这是重大的计划将会持续到这个12月14，也就是我们致力于加强军队互通的一个证明那另外我们看看分析人士。这边我们看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提到了，他说现在中菲海上的对峙不断升级可能会把美国拖入冲突，因为华盛顿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务院的声明来劝阻中国大陆除非美国能够将部队调动就位，否则北京会认为没有理由避免升级冲突。所以看起来美国现在也是在这个南海冲突当中一直不断在这边，是不是让这个情势更加的升温那另外看看这个中美目前的军事热线，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蔡斯近期会见了这个中国驻美的武官刘展就2024年高层军事接触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谈判。那问题是呢，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智库比方说像是美国创新基金会，他有提到，他说我们统计了近10年的战略产业当中比方说像是这个电脑、化工、电动车还有制药中国大陆在其中7个占据全球领先的地位，现在只剩下3个是美国占据优势的但是恐怕也没有办法持续太久，也就是全球的70%的战略产业都是由中国领先的。那这也反映出来，现在拜登真是内外交逼在这个众议院也以这个221票对212票表决通过，要对
拜登启动弹劾调查，这是由共和党来主导的哦，批准了这一次启动调查。虽然说这个启动弹劾哦，几乎是没有办法让拜登下台，因为同意票必须要超过66%，但是呢，有助于这个共和党人在2024的选举中攻击拜登家族存在着贪腐文化，就对他的这个选情哦，恐怕更加的雪上加霜。那拜登当然赶紧回击了，他就说啊，共和党一直用谎言在攻击我，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真的是有点自顾不暇了。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今年1月3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在去年6月当选之后，在今年1月3号访问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大陆在今年第一个外国元首来访，要跟习近平见面，签了14项双边协议。然后呢，中国大陆承诺了228亿美元的投资承诺，绿能、风能以及这个电动车各个项目，现在这些完全停摆。他在4月30号，也就是4个月后，到美国访问，然后呢回来就开始去宣传，美国跟菲律宾要结成军事同盟，他要增加给美国5个新的。5个新的空军基地部署在北宋跟这个巴拉望岛就靠近就是南海，本来就有4个，所以现在总共9个，都是小的。那美国这边就承诺说，我这边跟菲律宾组成了所谓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合作防卫联盟。那军事上如果菲律宾遭受攻击，美国也会启动。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针对仁爱礁事件。仁爱礁事件这个12月10号的时候呢，之前还有黄岩岛。然后呢，12月10号这个时间点选的不就是刚好吗？因为12号的时候，习近平要到越南去访问，然后他做了3个动作。这个3个动作，他那个第一个，他的参谋总长躲在那个就是小船里面，跑到那个马德雷3号，从1999年这边24年的去做安慰，然后呢这个加菜。然后回来说，你看我去了，我是第一个参谋总长到马德雷3号。他说中国大陆可能不知道，我就跟你讲，一定知道，只是因为你如果是补送这个一些食物物资的话，他会让你定期去的，只不过是不让你运送这些建材。那第二个，他后来就召见就是中国大陆驻菲律宾大使叫黄希濂，然后就警告他，而且说我可能会把你视为不欢迎人物还有这种讲法的。你不欢迎人物就不欢迎人物嘛，还有警告你，我可能会把你视为不欢迎人物的。那第3个呢，就是他在美国的这个大使罗姆斯，这个是小马可仕的亲戚啦，他的家族的亲戚，就说下一个点南海的世界大战是南海不是台湾，你听他那边鬼扯，怎么可能在这边会发生战争？我告诉你，当那个参谋总长从那边回来之后，这个事情大概就会不会说完全平息下来，大概就维持这样的一个步骤。因为他这是一个设计好要去让习近平的中越的这个关系就是要去扭曲它，因为都是南海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那现在菲律宾内部的这个一些企业一些其他的家族开始在强烈的反弹，你搞不清楚啊，这种岛屿争执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下子有任何的这种解决？你看到岛屿争执的问题有什么这种快解决的方法吗？而且岛屿争执不会变成军事战争啦，很少，只有那个福克兰战争，那个是在80年代的时候，阿根廷跟英国，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议题，你把它炒成这个样子，你又得到了什么东西？结果美国就说我会启动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没有什么意义嘛？美国会在这边帮菲律宾去打吗？这个驻菲律宾这个大使罗姆斯根本在讲疯狂的话。怎么可能会这样情况？不过他反而提醒我们台湾，两岸之间的战争其实真的反而是更让人危险的。好，请教玉芳委员。这个如果南海爆发战争的话，其实台湾是要很小心的。这是就相邻就连结在一起词语之央是跑不掉的那但是呢，我同意永明刚刚讲的，就是说爆发战争可能性不高，最主要是。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军事的能力、作战的能力差距太大了。那这东南亚这些国家有一个特性，因为他们跟西方帝国主义打交道经验很丰富了那菲律宾跟西班牙打过交道，跟美国打过交道，
所以呢，他们的外交就是非常灵活，非常的务实，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啦。那我是觉得马可仕这个小马可仕，他们是有把柄在美国人手上的啦。司法的问题啦，财产的问题啊这些，所以他也大概在努力配合美国啊，因为美国在东南亚要打一个弃子进去是不太容易。因为你像马来西亚也好啦，你像印尼也好啦，像新加坡、泰国，甚至即使是越南，大概都美国很难在中间挑拨什么。但是菲律宾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个小马可仕他们家族的问题太多了，你知道？那美国的做法，其实你说有真的要鼓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开战吗？我觉得不会，他就是想做到把原来杜特地反美亲中的路线就把它停顿，好，那变成说对美国比较的亲近，譬如可能亲美啊、远中，这个对美国来讲就满意了，因为那个地方如果爆发战争的话，那个相对来看地理上来讲是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距离美国是比较远的。你要帮菲律宾打仗，菲律宾本身要有底气嘛，譬如说他可以跟中国大陆狠狠的打，像乌克兰这样，可撑得住。可以撑个几个月，撑个1年、2年这样再撑，你才有办法，你才可以去帮助他。否则菲律宾打输了你也丢脸嘛。那请问你觉得菲律宾有能力跟中共在海上、在空中打仗，说撑个1个月、2个月吗？这个战争搞不好就是2天、3天就整个结束掉了。菲律宾的海空的力量差距就是相对来看弱了非常的多，比中国大陆。所以我那个地方我是觉得很喧嚣、很吵闹。但是我认为那个地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大，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也有点压抑啊，因为中国大陆他也想改善对外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为什么到越南去啊？就是觉得说越南是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是当年战争留下来的仇恨，其实还在的，中越战争，所以他也要去解决这样子。所以习近平其实比大家所想象的应该要温和跟谨慎很多了。好，请教将军。这个他讲说，驻美大使罗姆斯讲说，这个下一场热点是在南海。我觉得这种东西有一点像为了要引起社会全世界的注意，自己在那边跳，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会打仗，我会打仗，我叫全世界去关心他。其实我跟你讲，这场仗根本就不会打起来。为什么？你知道？虽然说有美菲协防条约，但是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军舰对军舰开火，那时候才会打起来。如果海警船互相喷水的话，那不能动用军队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大陆来讲，他们都是用的是海警船，但你不要中共大陆海警船。如果说真的是说这个美军他们过来协防，或者是说菲律宾的军舰对这些海警船开船的话，我跟你讲，自找苦吃。为什么？你不要看这些海警船，它军舰改装的。我跟各位讲哦，大家看到他把导弹拆掉，什么东西拆掉？他留一样东西，留了雷达，它的有源真空相位雷达。他留那个雷达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说它这个具有飞弹的功能？就是它可以 A 射 B 导。我这个海警船在这个地方，我用雷达锁定你，我后面的战机就一颗飞弹就过来了，顺着这个飞弹就顺着你这个飞弹的指引就飞过去，命中你的船，而且离你还比较近，比军舰打你还方便。所以说，解放军这个海警船来讲的话，它的这种战力并不亚于一艘军舰，它实际上面战力。那我特别要说这次菲律宾来讲的话，他自己可能是骑虎难下，对不对？他为了挑起这个，表示会亲美，表示向美国示忠，但是弄到最后，现在这种场面，他自己骑虎难下。为什么？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下台。你现在讲这种海警船，没有讲说8国联军，大家每一个国家都过来协防你。我跟你讲，这些国家到这边来，来的都是军舰。任何一个军舰绝对不敢开火，因为你开火就挑起战争。那这些军舰到这边来只是什么？只是说表个态，对不对？做个样子。我们台湾话叫问导游，沾酱油就走了。他没办法在这边补给啊，他就走了，对不对？我不管是印度啊，或者谁的军舰来这边，过2天他就回去，所以起不了什么作用。真的能够维护海权的，只有海警船才能够在这边维护海权。那中共的海警船太厉害了，我们看到他那个水波射过去，那是打100-200公尺。他故意喷远一点，喷高一点，不喷你人了。不喷你人的话，你人更惨。还有他那个音波炮啊，他那180分贝，每个耳朵承受力量大概正常人是100分贝左右。他用180分贝去攻击你那些船员来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会受伤的。所以他用这种软性的杀伤震撼力量来
挡住你这个菲律宾这些海警船、这些渔警船。我觉得后续的结果很明显就看得出来，就是等这个马德雷3号。我们来看这个赖清德哦，讲话常常让大家觉得有点矛盾哦。就比方说，他以前讲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又说，台湾没有什么独立的这个问题哦，就会变的，随着时空它会改变的。那最近呢，越到选前，你越觉得有点不太懂他到底立场是什么。比方说，他现在讲说，总统国会如果交给在野党的话，恐怕会权力失衡，国家路线会出现冲突哦。比方说，候选照当副手，又把韩列为不分区哦，总统或是国会交给在野党的话，会变成接下来啊，这个权力失衡，也会造成民进党信赖台湾与在野党依赖中国路线上的冲突，绝非国家之幸哦。所以人家讲说，那既然照你这样想，你干脆修宪好了，你民进党修宪以后就是永续执政，就是民进党永远当执政党，就不会有这种冲突了。那你不是跟你自己的矛盾，就是你们主张的民主，人家人民不能自己选择吗？你一定要讲的说，哦，选了别人，通通都会依赖中国啊，什么矛盾哦？那但是依赖中国这件事情，他自己今天又跳出来，他又要依赖中国了。他怎么说呢？欢迎大陆旅客来台旅游哦，明年3月开放这个两岸的这个团客旅游，呼吁这个旅游业者要提前做好准备哦，甚至还讲说啊，我们接下来要作为一个观光立国。人家想说，天哪，这个赖清德，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讲什么？你也要依赖中国吗？那你自己讲话前后没有看看你自己说的有没有矛盾吗？再来，这个赖清德不是前一阵子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如果当选的话，是这个两岸哦，这个发生战争的几率最低的。可是呢，昨天他又讲了，他说，统独议题是中国的大外宣，屈膝没有办法停止侵略的意图哦，因为统独、战争、和平都是中国的大外宣，企图分化台湾的团结，在台湾社会都会造成矛盾，然后用战争这些手段来达成目的。因为呢，这个不会因为哪个政党屈膝而接受，中国就是不会停止，这个他就是会就是希望能够这个统一啦，就会拿下台湾啦。那跟你之前讲法是矛盾的，讲说两岸发生战争几率很低，还说习近平不是也讲了吗？就说什么这个2027年之前呢，不会这个对于台湾有这种武力什么样的计划嘛？你又变了，你这越到选举之前30天，你又突然哪一根筋又切换了，就是反正我们已经不懂赖清德在讲什么了。那现在在野一直讲说投赖就是选战争嘛，那赖清德就说没有，台湾社会是很理性的。那我们既然很理性，为什么又会发生那一个无法停止侵略意图？就是你到底是在干嘛？所以就很像那个方唐镜，有没有？我跳出来又跳进去，你打我啊，你打我啊，就感觉这赖清德在耍宝吗？这个你要不要先想清楚，你到底现在定调到底是危险还是不危险，战争还是不是战争？不要啊，就是好像今天初一15讲的都不一样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绿营继续在炒作，就是中国大陆的介选哦。最近你看自由时报好像已经变成这个中共介选专刊了，每天都有大概5到8则的相关新闻，各式各样的哦。那我们看看他现在讲法是说，这个选前是不是又有这个拒战投票呢？这个11月解放军机这个4度闯入了这个24海里，光是这个11月份看到解放军动作不断呐，是不是要测试我们的反应呢？那还有这个黑熊学院的沈博洋他们说这个中共介选是常态的，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周3青年日，就是要看看这个习近平对于台湾民主的远端操控这样打这个认知作战那我们看看今天连国安局都说这个中国大陆今年的假讯息就有将近700件恶假害在影响着台湾的选举那但是真正在影响台湾选举的到底是谁？这个巧芯今天出来开记者会讲说，萧美琴跟美国战争的白手套见面呢，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你为什么会跟这个 SOA 见面？而且这个 SOA 过去是在什么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地方，都是在好像战争发生之前，然后再帮助当地就被人家形容说它是一个这个战争白手套嘛。那赖的阵营立刻就跳出来说这是乌龙爆料国民党口中的密会不过就是一般
的聚会，但问题是你民进党这些日子以来专门找那一种就是立场鲜明的人来台，甚至波顿是鼓吹战争的人哦，比方说裴洛西啊、欧布莱恩啊、波顿啊，你接连找的都是这样的角色来到台湾，那到底战争离我们近不近呢？到底你民进党想把我们带往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时的社评讲说，这个民进党认知战呢、你也救不了美德配。为了台湾的安好，为了子孙远离战争，美德配只会成为美国的工具人，而不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战士哦。这是人民的觉醒，也是选民的觉悟啊。那如果这个赖清德赢了会怎么办呢？这前美国国防的官员包士可他有讲到，拜登必须要放弃战略模糊，防止北京上演灾难性的误判，因为中国大陆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包含对于台湾实施海上或是空中的隔离、禁运或是封锁。那这个状况也发生在乌克兰，因为其实你看，现在泽伦斯基要军援是碰壁的，好像拜登也没辙哦，所以就是要他自己再来访美哦，第3度访问美国。1年前，泽伦斯基在美国的国会受到全场起立鼓掌，但1年之后，他到了华府要争取更多军援，却是碰壁哦，既没有国会演说，也只跟这些议员们进行这个闭门会议。那我们看看拜登是不是立场也转变了？这一番话，拜登在记者会上面讲说，支持乌克兰能多久是多久。As long as we can。 那这个讲法好像跟之前曾经说不论会耗时多久，就是 as long as it takes， 好像已经转变了哟，不再是那种无条件挺你到底哦。所以这个美国你会让会觉得意外吗？因为美国也不是第一次哦，像是当初越战的时候，大使馆上面这个经典画面，直升机撤走他的这个大使馆的官员，说走就走了。阿富汗撤离的时候，一堆阿富汗人挂在这个机翼上面，然后就这样，管他的就起飞了。那所以华府的智库就讲说，你看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跳票，台湾会怎么想呢？日本、韩国又会怎么想呢？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玉芳委员怎么看这个赖清德的自我矛盾。他讲权力失衡，说如果是这个在野党当了这个总统，国民党或者是国会，就是选上总统或控制了国会，他说就会造成这个权力失衡。你告诉我，权力失衡是哪一个权力跟另外哪一个权力对抗的结果造成失衡？你要说清楚。讲这根本就没有知识的话嘛。什么叫权力失衡？对啊，宪法规定的非常清楚嘛。我们是5权，不过基本上就是3权嘛，行政、立法、司法嘛，彼此之间互相制衡嘛，这就是一种平衡嘛。美国也是这样，他们主要是3权，所以我们基本上其实也是3权了。那这个都是人民来做决定的，尤其是行政跟立法，是人民投票选出来了吗？会有什么失衡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那你像民进党既选上了总统，又控制了国会，这就是我们过去8年看到的乱象嘛。一个为所欲为的一个行政部门嘛。立法院就是完全就是橡皮图章，因为它改为行政院的立法局嘛，不是这样子。你看，从疫苗的采购包括口罩这个8800亿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建设，这些种种，哪一个不是一意孤行的在做？那立法院根本就橡皮图章而已嘛。对，所以这个失衡不失衡，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笑。这是讲这种话，我的感觉是有点像，而且他还讲一个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两岸之间会最和平的。你是愚人节讲的笑话吗？一点都不好笑，对不对？是谁在？我告诉你，所有美国也好，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好，包括台湾，认为最可能引发战争的是台独。这个就是美国不管谁当总统都要出来讲不支持台独。对，一个中国的原则，就因为台独会坏事嘛。你唯一在中华民国的行政院在立法院公开讲他是台独的工作者，这不就是你赖清德吗？所以你说这不是很好笑吗？另外讲到援助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欧盟已经援助这个乌克兰926.5美金，926亿美金，这个美国援助了754亿美金。我跟你讲，这个情形没有办法长此支持下去，因为你讲欧洲也好，讲美国就好了，美国所有的大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这个还有这个 San Francisco 三藩市、旧金山，街道上多少个帐篷搭在那里，没有房子住为游民。你这个钱大把大把撒出去，这没有办法撑久。越战为什么最后打不下去？阿富汗也是一样，美国人民反对你这么多钱浪费在外国战场嘛，所以乌克兰战争真的是停不下去。我的感觉没有办法长期这样做。好，请教杨老师。赖清德跟民进党一些人最近不断的还是在操作，就是两岸的这种对立，以及指控中国这个介入选举。然后呢，你知道吗？最近这2个礼拜，我发现到，你去这个搜寻一下新闻，蛮有趣味的。最近除了国民党，大家都在讲9·2共识，大家都在骂9·2共识了。赖清德这个蔡英文、萧美琴，然后呢柯文哲，甚至连这个曹兴诚，他们都在骂9·2共识。过去这2个礼拜，那9·2共识不是国民党的政策吗？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大概是觉得9·2共识被民进党给污名化了，所以在选举的时候，也许一个选举策略吧。当然9·2共识是国民党的政策了，是两岸和平的一个黏着剂嘛，对不对？但为什么在选举之前不谈？因为被污名化了。可是为什么民进党在这2个礼拜不断的这个讲呢？那赖清德说这个反对9·2共识跟服贸，萧美琴说整个这个9·2共识，国民党只会谈9·2共识。那然后呢，连柯文哲都说，我没有9·2共识，我也没有台独党纲，所以呢，我最中间。各位，你知道为什么过去这2个礼拜他们一直在讲，国民党不讲？因为美国那个3个学者的那篇文章，那个3个学者的文章是11月30号出来的，是在蓝白切的1个礼拜之后。这3个学者的文章，其实某种程度不只代表这3个学者，我的解读，大家的感受，应该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立场。他代表了什么意思？要嚇阻，要保证。其实很简单啦，美国要是能够军事嚇阻的话，他哪需要什么保证？他只要对台湾保证嘛。他就是因为知道他现在无法持续的军事嚇阻两岸可能发生冲突，所以他要台湾提出保证。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就要赖清德做2个东西，如果他选上，第一个你要冻结台独党纲，第二个你要重返9·2共识。他不是用重返9·2共识这么明显的去讲他用的比较这个另外一种。他说，为了阻止战争，台湾必须让北京领导人相信和平统一仍然是可能的。各位，这不就是重返9·2共识吗？所以为什么过去这2个礼拜，民进党都懂了，但是很怕这会影响到台湾人所以呢，这2个礼拜他们都在反对9·2共识。我的解读就是如此。好，来请教将军。去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自己的这个国防报告书里面特别写了7点中共会武力犯台的条件。那7点里面当然包括说外国驻军啊，或者是说这个台湾发展核武，我想这不可能。但其中有3点是里面有3点是中共武力犯台的这个红线。第一个是台湾实质独立，第二个是台湾宣布独立，第3个是说这个台湾长期不接受和谈，有走向独立的这种企图，长期不接受跟对岸来做和谈。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如果说以中共如果说是真的是有这3条红线，是他武力犯台的这种，就是他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今天赖清德他一再的强调他是台独金孙，他会如果说当选的话，他有可能会走向台独之路。那走向这个路，不是说我们这边在讲他，是连美国都在怀疑他，所以美国说依赖论，也就是说担心赖清德，你如果说真的当选，你把台湾推向台独之路，或者实质走向台独之路的话，会引发两岸之间的这种兵凶战危的战争。我们现在从这个蔡英文接见这3位外宾来看的话，其实你看哪一次不是给台湾造成兵凶战危？裴洛西来台，造成我们台湾中线失守，中共围台军演，对不对？欧布莱恩来访台湾，叫台湾要买这个 AK-47步枪，对，要买派出所摆刺针飞弹，然后我们蔡英文总统还送他一颗大勋章。这个
我想说，今天在中共解读上面来讲，你台湾你民进党领导是什么？就是在切香肠，就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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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切，对，往台独方向来切。虽然说你没有嘴巴里面讲说我实质上面台独立，可是你所作所为让中共的解读，你就是在走台独路线。那连美国现在也认为说是走向这种危险。如果说台湾真的是发生兵凶战危，你认为美国有可能来救台湾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从这个乌克兰战场里面，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到华府去拜访，他跟强生见了面，对，是强生在挡那个援助军援法案在挡，但是他去拜访了强生，就两个人连合照的照片都没有，可见强生态度还是很强硬。美国这1060亿的这个军援的预算里面，本来是包裹了把乌克兰跟台湾还有以色列3个包裹在一起要表决，但最后只通过以色列的，台湾跟乌克兰并没有通过。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开始，大家可以要了解到，美国来讲的话，它慢慢已经走向衰落。那我们如果说台湾自己的国防安全，我们后代子孙要不要走向战争，不能老是在那边依靠美国，认为说美国会来保护我们，那是痴人说梦话。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下场就跟现在的乌克兰是一样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赖清德现在目前呢，因为这个违建事件，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人设真的是崩坏了。特别是他哭了之后，现在大家对于他这个讲到了违建的事情啊，总是好像一直不断在扣分哦。那可是赖清德又在刷新了大家的一个观感，因为他讲到一个说法呢，他说哦，他不是拿出证据哦，他是告诉大家，有一次他跟他妈妈聊天，那妈妈就讲到说，这个月要缴房屋税，所以他的证明就是他跟妈妈聊天的一个记忆哦，所以他很清楚家里是有缴房屋税的。那新北市政府现在也开立了地价税，他们也已经缴了。然后现在呢，然后专人申报缴纳房屋税。其实讲了半天哦，你就是把那个缴税证明去重新申请一下拿出来不就好了？你在那边一下子讲妈妈，一下子在那边哭，就是都是歹戏拖棚啦。那所以你看他讲说我的诚信没有问题，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哦。矿区内的房子没有一家有特权，只有满屋子的辛酸哦，家里都没有家具，都只剩辛酸这种感觉。那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特殊待遇哦，也希望不要对我们有特别对待，依法公平就好。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求要公平啊，因为我们全台湾谁能够不缴地价税，谁能够不缴房屋税啊？就是如果你有房子的人都要缴这些嘛，那我们只是要求公平啊，那有什么问题吗？那所以哦，儿时的记忆真的可信吗？我们查了一下 BBC 过去也有曾经报道，心理学上面也有讲说，儿童的记忆哦跟虚假的记忆其实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哦。很多研究都显示出来，到了7岁会出现一种童年记忆缺失症哦，也就是说，幼儿在大脑形成这种新细胞的时候，会破坏长期储存记忆的一些连结。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多数成年人到了这个成年之后呢，对童年的记忆是很少，或者甚至会产生一些记忆偏误哦。那我们看王宏威委员有在讲。他说啊，当着全国人民看着赖清德一路从不承认违建到哭哭啼啼的辩解，最后又说自己是错误政策的受害者，这到底是什么担当啊？他说我就直接点破，你赖清德是不是想要到选前几天开直播自己来拆违建，然后来催票呢？你是不是想要用这一招这个悲情票，然后来催出票来哦？那我们看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讨论哦，这个他说网友就在讲说，就是赖妈妈你也过世了嘛，那土地财产由你继承，那为什么财产申报上面只有看过土地申报，没有看过建物申报？光是这一点就毫无可信啊！然后你现在还一直推说小时候妈妈说过，20年前你都40好几了，成年之后的税务还交给妈妈处理，是没有长大吗？还有收到税单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申报建物哦，说有缴税怎么查不到？那你说过去20年税单你就拿出来啊，今年总该拿得出
出来吧？一开口就说谎，而且还不攻自破，前后矛盾，连说谎都漏洞百出哦，还高标准要求候选人。那用讲的是好听啦，但是用做的都没有做到，切割别人超快，切割自己超哭哦。就是大家开始就对于赖清德这种双重标准，不要说对别党啦，你对自己党都是这样子啊。所有人一旦出问题，马上立刻切割，立刻退选。那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一直站在原地哭哭闹闹呢？所以人家觉得说，哎，真是妈宝，什么事情都推给妈妈，人设崩坏的感觉啊。那另外我们看看赖清德现在是不是搞得自己好像以为在跟韩国瑜在选哦？他讲到说，国民党提名了赵少康、韩国瑜哦，只有战斗没有本土蓝呐，他又要占省级吗？他就讲说，好像赵少康啊、韩国瑜啊，这个代表说，你们这些外省人是不是代表国民党的本土蓝已经不见了，只有战斗蓝？如果韩国瑜当立法院长，黄国昌担任副院长的话，未来立法院的状况难以想象哦。所以你看，这个从赖清德到这一个所有的民进党的一些党公职或者是侧翼哦，感觉上面好像都在瞄准韩国瑜在打哦，就连这个许立明讲。他说，韩国瑜如果担任立法院长之后啊，连同这些国民党这些广大村里长，还有14个县市的首长啊，还有中央政府都会出现不同调，出现架空台湾的效应哦，包含国防也会出问题啊，经济自主也会出问题，民主自由通通都会出问题啊，有这么严重的程度哦。那甚至你看这个王义川，他们现在主打说要抢救王义川大兵嘛，因为不分区排到第14，很难上啊。那他说还要去到跟王世坚同台，叫做坚毅兄弟，然后进国会对抗韩国瑜。可是你们如果通通都是这个立法委员的话，你去对抗同事到底要干什么？所以真的不懂这个民进党在做啥啊。所以我们看网络上面在讲说，韩国瑜现在是已经内定立法院长了吗？就是你们真的是在 key 党哦，抢救 key 党小丑的感觉。那连零9万呐，现在叫做零11万或者零土万呐，也是出来在讲说，韩国瑜有3个第一啊，比方说什么第一个进入香港中联办的这个台湾县市首长，马上被网友给打脸啊！当时就说，网友就说，你这个零9万、零11万，你也都是跑第一，你真的是太客气了，你堕落的速度才是世界第一。以前是怎么样骂民进党的，后来能够领个9万块钱，什么都不骂了呀，真是香哦！所以看看这个亮哥的讲法，他说呢。韩国瑜担任不分区第1名，他又没有表态要竞争立法院长，况且游锡堃才是他看过有史以来做的最烂的立法院长哦。如果游锡堃再继续担任立法院长，才是一大笑话。那韩国瑜也说，就是现在民进党才是真正的贪污腐败爱金钱呐。我们来听听。民进党贪污腐败，我就不要再讲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现在民进党宣称这是27年来最廉洁的政府，我都怕他们睡觉做噩梦真的会做噩梦为什么他们一手打造了民进党，过了37年，怎么腐败到这么严重？好，我们来请教玉芳委员。就是说，你有没有交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啦，就拿出单据出来。你如果说你单据没有保存，的确很多人没有保存，那很简单，你就在家补发一张嘛。只要你有缴税，就会有缴税的记录嘛。你这一件事情拖这么久，这个叫歹戏拖棚啊。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是，你的房子算不算违建？你的房子有没有扩大它的建筑物？如果有，那就变违建，是不是？除非政府批准你没有批准你，那就是违建。那你现在逃避一直讲税，我认为最严重的其实是违建的问题。我看我对赖清德角色有点失望，就是说，一个要选总统人，对于这样的自己家里一个房子的处理是这样拖拖拉拉，然后呢不讲道理诉诸于这种悲情。这不是一个要当国家领袖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他在很多地方，至少我查，一个是在11月的时候。在那个他的北滨区，在台南，有一个造势大会，在上面讲，我父亲留给我最大的遗产就是贫穷。接着在2次大概专访，他又讲同样的话。我第一个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你父亲，你9个月父亲过世，这个坦白讲是非常悲哀的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同情你了
但你不如说你父亲只留给你贫穷嘛。如果以基因学来讲的话，你如果认为你的头脑不错，而且你到今天可以来选总统，也历经了市长、立法委员、市长啊、行政院长啊、副总统，现在选总统，你智商并不低耶。这你父亲总有他基因里面对你总有所贡献嘛，对不对？第二个，你身体看起来也不差啊。这个对你来讲也是一个父亲留给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就怀念自己的父亲哦，不会去讲财产的问题了。好，而且你要讲贫穷，我也是生长在乡下，高雄县那种乡下，也算是比较贫困的偏僻的乡下了哈。穷的我们看多了啦，有人穷到死了以后都没有钱埋葬，都要别人要帮忙捐棺木去埋葬了。所以穷人是很穷，没有留下财产给自己小孩了，很多很多啦。好，应该讲多数是这个样子啦。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像当做一个什么选举的一种宣传一样。我认为这个是不好，而且你要严格讲起来，如果你想念你的父亲，你说这种话，坦白讲是不孝顺的。对不对？我爸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他留给我就是贫穷，这不应该是你这样讲的话。你应该说他还给我5、6个兄弟姐妹，他们家一共6个孩子嘛，还留给我妈妈，留下一个妈妈可以照顾我。这样你要怀念你父亲，说当年非常辛苦照顾这个家里，那非常不幸的矿坑发生了意外，我父亲就这样走了。想念你的父亲，你虽然没有见过你见你父亲，但记忆力也不在，但你对他的怀念是永远都存在的。你要讲这个才是对的，而不是说我父亲留给我最大的遗产就是贫穷。你父亲如果在天上，他会喜欢你这样讲他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是不是违建，人家已经调了空照图出来做对比了吧？原来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这个就是违建嘛。你就干干脆脆就说这个看起来的确是我们房子有增建，而且你也晓得，你自己也讲过，你跟兄弟姐妹一起出钱修的嘛，那你就把它拆掉就好了嘛。你没有拆掉，歹戏拖一直拖下来，我的感觉啦，年纪大一点了，我不晓得会怎么样，比较有这种理想主义也好啦，比较有这种求变的精神的年轻人也好，他们看完都一定摇头了。这是台美应该学习的榜样吗？这是中华民国应该选总统应该选这样的一个人吗？这太可笑，太自私了，我觉得。好，请教杨老师。所以现在很清楚嘛，赖清德家里面是违建，而且他没有缴税，就2个事情嘛。你自己就拆了嘛，然后你就补税嘛，道歉一下。但是这个问题是，他是在民国92年他当立委的时候加盖的违建，到现在，当立委是何许人也啊？对不对？第一个，你做立委带头违法；第二个，你是等于是政治上相当有影响力地位的人呢。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等于持续的违法盖违建不缴税。那现在你知道吗？他不只是没有缴房地税、房屋税、地价税、田赋。听说他只缴了矿物税，因为那是在矿坑，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其实这整个过程到现在是多少年了，而他现在只会哭哭、擦擦眼泪，对不对？而且跑到这个就是没有错了，他老家，但是呢，是帮谁辅选？那个云豹公主，是不是？新潮流20位董事长的公主。对不对？做绿能卖给台电赚差价，每一个20个公司，一个从300万到12亿的资本，钱哪里来？位置怎么得到？怎么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收益怎么办？他的女儿做就是立法委员，做得怎么样？各位很清楚嘛。而现在赖清德同样这个情况，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就是做错了。你看看人家日本现在整个司法单位把那个安倍派。对不对？几十个人调查，可能要起诉，然后呢，岸田文雄把他4个大臣、5个副大臣通通给换掉，就是因为什么？几年来大概拿了一些回扣，换成台币100-200万，对不对？日本人不能接受，我们台湾民进党可以接受那个游锡堃，他
他是好的立法院长吗？他上个礼拜去参加蔡其昌在清水的国小有一个叫做蔡惠如纪念馆，他就说他讲那个课纲，他说顾炎武那个廉耻没有不念刚好了，因为廉耻是君主政治的产物。哇，听了大家都快昏倒了，廉耻是君主政治的产物。不止如此，他还加码，他说就因为儒家思想三纲五常，所以最近那个 Me Too 啊，都是因为儒家思想所毒害的。哎呦，各位，这个中央社的报道你找一下就知道。林非凡啊，你这个09万，你赞不赞成 X 法？你赞不赞成早收清单？是不是？你拿9万很简单。我们广大的这些工作的这些基层人民，台湾人，是不是因为受到两岸经济的影响，你的政治影响，而可能会失业，而可能会变得更穷困？好，请教将军。我们要知道在一个领导者的风范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如果说是一头狮子带一群羊的话，这一群羊会跟狮子一样。但相反过来，如果一只羊去带一群狮子的话，所有狮子都变成乖顺的绵羊，就代表说领导者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将来未来的三军统帅，这个如果说他选上的话，是三军统帅是什么呢？他这种领袖风范是哭哭不断。对，每天就在那边掉眼泪，在那边哭，就为了一个违建，连一个处理违建的这种魄力、能力，或者是应变处理都没有。我请问你，如果真的是你选上总统以后，你怎么去领导三军？我们大家看到的，我们三军统帅是每天在那边掉眼泪，在那边哭，然后一点的这种领袖风范，连一点的毅力，那种这个对抗的这种对抗这种危机处理的能力都没有，这真的是让人家很痛心的。那我想赖英德，你现在选举到现在，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到那个美丽岛的民调来讲的话，大概美丽岛民调是每天滚动式的民调，其实他看的不是今天当天的，而是你要看它一个趋势。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是什么呢？是这个赖清德的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35.1，对侯康沛是32.5，已经是进入误差范围了，等于说是。这个国民党的支持率已经是往上抬头，相对的是民进党的支持率在往下跌落，我想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赖清德现在来讲的话，你这每天光一个违建问题你都处理不好。第二个，我觉得说赖清德现在除了抗中这张牌之外，没有别的牌可以打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发现说抗中牌打的也不灵，对不对？你一天到晚就抹红人家，说是说人家跟这个中共然后认知作战，或者是说抹红人家。但是你自己又没有牌可以打，又没有政绩可以提出来，然后接下来现在马上又开始在审计情节，开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本土蓝，只有没有本土蓝这种话又出来，你这种话讲出来，只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又开始在挑拨省级之间的意识情节。其实以现在已经经过了20-30年之后，就我相信台湾已经没有什么省级情节这种情怀。你越是挑动这种情节来讲的话，事实上对你来讲呢是伤害越大。那至于讲到立法委员不分区立委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国民党这次挑了韩国瑜真的是选对人。你现在看，我觉得说民进党现在最担心的、最害怕的，反而是赵少康跟韩国瑜，所以他们拿韩国瑜来当做一个攻击的对象。那韩国瑜跟王一川比起来，那差别真的如天壤之别。一个是具有公正力，对不对？真有正义感；另外一个只会在那边当桌头，在那边 key 党。所以那两个如果进入立法院，那不知道谁打谁。我觉得这马上上下高下立判了。王一川要进去比较难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